大家好，这里是华容道，欢迎大家观看。几日前，我们马师傅在外滩发表了一番言论，引起了网络上很大的轩然大波。就系统性风险和信用危机这方面，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老邱、杨小姐，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他说的马师傅的系统性风险不是风险，这些老邱有什么看法？这个最近也在看，尤其是其实是前后2日在北京有这个金融街论坛，在上海有这个陆家嘴搞了一个金融论坛。其实每年这2个会都算是金融行业的热点。北京这边更官方一些。上海呢，可能它本身跟金融市场物理距离上更近一些，所以更活跃一些。我喜欢上海的啊，是对，而且每次上海都能有一些精彩言论，但这次我觉得，风清扬大师的这个精彩有点过头了。他作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非专业人士。却能发表出专业意见来，我觉得对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混饭吃的人，只能说让我们自惭形秽吧，因为我们都不敢说自己在所谓系统性风险上有自己这么系统的看法。但是从一个从业人员的角度，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感受。他说，我不知道他对这个系统性风险这个词的理解到底是什么？因为系统性风险这个，我们原来在学什么政治经济学啊，各种学问上都在书本上出现过这个系统性风险，但是很多大家也不清楚。但是马师傅说完这些话，他们就是人云亦云，都会跟着去说。老邱再来谈一谈吧。其实所谓至少说，从我不管说在学校学的系统性风险，还是从业这10几年来经历过的系统性风险来看，系统性风险跟你有没有系统是没有关系。即使你再没有系统的一个行业，你也会存在系统性风险。比如说爆发战争，这不是系统性风险吗？这个风险发生的时候，跟你某个行业有没有系统有什么关系呢？风清扬大师的这个论断，我想可能更多的是从押韵的角度出发考虑吧。再一个从实际的意义上讲，中国的金融是有系统，至少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的感受是有系统。比如被他严厉批评不适合中国的有害无利的这个巴塞尔协议体系，对中国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中国塑造了中国自己的金融系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也有可能。巴塞尔协议引入中国的时候，马师傅可能还在忙活着卖他的企业黄页呢，或者是假冒伪劣。不是调侃，是因为术业有专攻。论卖假货，我估计我们谁都不是他对手。论赚钱，当然跟他差距更远。但是如果想聊巴塞尔协议，麻烦至少先把巴塞尔协议看一看。他可能都不知道80%是这个咱不敢说，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是用了1年的功夫，认真研究了巴塞尔协议的相关规定，包括后续的这个辛巴协议所有的更新内容。因为我们要面临期末考试，当然这也是风清扬大师一直抨击的中国的教育系统。但是我们都是这样系统下出来的人，我们在做这个系统当中我们在运行着这个系统，不敢说于其中牟利，但是这个系统支撑着中国高速发展30年的经济体系。那这个系统如果它不存在的话，那是什么在发生作用呢？那中国金融业不一定是什么样子。是，当然，巴塞尔协议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4大行不良率到什么程度，资本充足率到什么程度，从业人员是一清二楚的。可能大家没感受，至少大家会知道，那个年头所谓8大元放贷款，这个支行长一支笔，几百万人民币就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难道是这马老师认为合适的方式吗？或者他的蚂蚁金服可以这样做，
啊，因为他认为背后有他的云计算，有他的大数据啊。但是我始终认为，即使有这些东西，人仍然是人，人不能假扮上帝啊。我们不可能做到用这些东西来替代一个系统性的安全措施和防火墙。那现在说到了蚂蚁金服，蚂蚁金服它就没有风险吗？当然，它自己的风险是快速转嫁的，而且它所涉足的领域是我们金融体系当中认为通过少量多次类标准化操作的方式实现的类标准化的资产，是系统内认为风险最低的这个资产类型，而且它通过快速的发行 ABS， 迅速的把这些风险转移给其他的投资机构，所以它的资产周转率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说造就了它现在的顶级盛世。当然，所以造就了它这个蚂蚁金服上市的时候，令人这个叹为观止的净利润水平。这在金融行业几乎是不可想见的。换句话说，这个以它的风险控制水平，如果就像他这次批评的传统的银行是当铺啊，看重抵押物，可以啊。现在阿里有蚂蚁金服了，蚂蚁金服为什么不去做那些不用抵押、看重现金流、看重经营的企业贷款呢？为什么它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少量多次的个人消费贷款领域呢？道理还是转回来 ，You can you up， 对，是吧？看中了这里边的蛋糕啊，蛋糕利润非常大。当然，其实这里边关键的一个核心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你有能力去改变一件事儿，你自己又不改变，然后你批评现有的在做努力的人士，至少从态度和道德上恐怕是站不住脚的。你说的这些，其实是我感觉它是有利有弊呀。蚂蚁金服可能映射了当下一些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其实，不仅是蚂蚁金服了，从这个电商对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渗透率，它已经深刻的改变大家所有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前2天我去逛农贸市场，真正的农贸市场，50、60岁的大爷大妈在买菜的时候也在刷支付宝啊，包括支付宝的学习者，这个微信支付，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其实这个也是真的，这个是社会的进步，是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便利化，这个是绝对我们值得称道和我们可以用感谢这个蚂蚁金服啊、阿里啊，包括腾讯啊这些科技公司给我们带来的好的方面，但是不能因为它的有积极的方面，有财富的成功，就可以对所有的领域指点江山。对，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儿，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也就是说，马师傅有点跨界了。跨界跨的有点大，容易扯到。现在感觉大伙儿都觉得他自己扯到蛋了。我觉得也未必。子非鱼。毕竟我们不知道马师傅说这番话究竟是为什么。字面含义通常是中国人最擅长做文章的部分，字面以下的部分只能是靠猜测。后边有人在引领他。不会。也有市场因素吧，毕竟蚂蚁金服现在成功的干掉了宇宙行啊。从这个蚂蚁金服现在受众人群，以年轻的一代为主嘛，是吧？为主，但是说到这些方面，比如说个人征信这一块儿，可能是涉及到非常大。那个杨小姐有什么能说说？主持人好，非常高兴来到黄龙道。我觉得从征信这个角度去说哈，就是也是近几年，就是可能我们对这个征信的这个看重就是越来越严格吧，也是说这个需求比较大。那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
现在没有征信，好像你就啥事儿也办不了了，寸步难行。对，然后这个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可能就是很多涉及到信誉方面的东西的话，过去我们都没有太多的这种注重，所以我们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也就缺失这个信誉感。我觉得在这个上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信誉的这个提升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单纯的从这种就是信用的角度去评判这个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当下的情况呢，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对，所以说在征信呢，我觉得可能还有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企业的角度，我觉得还有更深的这种改革吧。对。也就是说，从征信上不能完全判定这个人他是否符合去办一件事情，对不对？对，我觉得就是从过去的这个经历哈，就有很多就是作为一些企业家哈，就可能单纯的去看信用的话呢，确实有的人就是属于确实没有太良好的这种信用，他就真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吧。但是在以前的年代没有信用的时候，也造就了一批企业家，他们从白手起家到最后的成功，也是其实是在金融行业的大力支持下才成立的。是的，当然，这个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现代经济体，没有金融或者没有金融系统，这是不可想象的。对，所以咱们用另外一个逻辑来论证中国的金融支撑是配套完整和齐全，尤其是在这个中国入世成功、恢复这个缔约国身份的之后，我们引入的这些外来的，就是被马师傅批评的我们与之接轨的这个国际经验，给我们带来的至少现在还是加分项。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说一味的国外的就是不好，我们就不需要跟国际去对接。人家做的好的事情，做的已经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形成的很好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学呢？我们一定要自己再去所有的坑挨个去崴一次，再踩一次坑。我觉得这个不能说勇敢，只能说鲁莽吧。对，鲁莽。毕竟这个未来谁都不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才是未来最大的这个吸引力所在。人不能扮演上帝，不能假装自己知道未来。所以我们与先进经验接轨，而不是说我们一定与国际接轨。国际包括的内容很多，也包括黑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我们并没有与它去接轨，我们只是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而已。因为我们在走的就是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路，我们不能说因为发展速度快了，我们就觉得我们现在的一切都已经是超乎人类经验的。我觉得未必吧。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来这个韩国企业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先去复制完拷贝完跟随，最后超越。是的，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这个所谓的接轨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仅此而已。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要的话，我很难想象这个中国现在所有的行业当中有哪一个真的能站住脚，包括电商行业。毕竟没有eBay也不会有支付宝吧，对吧？如果没有美国的互联网，恐怕这个阿里巴巴也不知道架在什么上面。对。如果没有1001夜，阿里巴巴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从哪儿取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接轨？对，我们要去学习，然后创新，对，然后深化改革。阿里这件事啊，阿里会不会刺激到金融机构进行一次大改革？不会。他首先一个他个人的影响力撼动整个体系，或者说他口中不存在的这个系统，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就阿里现有的产品啊，
对这个金融行业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它会是一个参照物和一个样板，它会告诉有志于投资于个贷市场或者零售市场的这些金融机构，有哪些技术是可以借鉴的，有哪些风险点是可以提前避免的，有哪些手段是可以提高资产周转率的，包括有哪些现成的团队和人才是可以挖掘的。阿里现在主要针对的还是个人，它对企业这方面还是当然不去涉足。当然，所以他现在才可以用这种方式、这种态度去评价银行基于抵押所投放的这些对公贷款。而且我想，恐怕他对银行的这个信贷投放并没有那么了解。银行有大量的纯信用投放，比如对我们的央企，对很多上市企业，对政府的融资平台都是纯信用啊。这些恐怕也是风清扬师傅这位非专业人士的知识盲点吧。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去涉足。不过我也不相信是他的知识盲点，因为毕竟如果阿里去银行做贷款，相信拿到的也是纯信用，不会有人跟他要抵押吧？对，他的资产在那儿摆着，名誉在那儿摆着。这里是华容道，谢谢大家关注，今天节目到这里，下期更精彩。